简陋的出租屋内发生了一起命案，雪白的床单上放着一件红色连衣裙，死者被扒光全身，倒挂在卫生间里，颈部大动脉被割断，头部下方还放着一个破盆。刑警小米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变态的杀人手法，不由自主地观察起死者那惨白的脸。血放干了都这声。来者名叫老周，是省厅的一名老干警。15年来，他一直在追查一起连环杀人案。当年的第一个死者是在河边发现的，尸体高度腐烂，同样也是被放干了全身而死。但当时的老周因为手上有大案子即将告破，就将案件交给新来的实习生调查。可实习生没有相关经验，效率很低。直到1周后，又在一个烂尾楼里发现了另一具死法相同的女尸，老周这才重视起来。他从实习生那里得知，发现尸体的小混混好像看到了凶手，还没来得及去核实，老周便立马去找那个小混混。可刚到村口，就发现了一支出殡的队伍，死的正是那个小混混。就在1天前，他被发现溺死在了村头的小河里，很明显是凶手干的。可此时已经完全打草惊蛇了，凶手再也没有犯过案。老周猜测凶手已经出逃了，但他始终忘不了死者家属认尸时悲痛的样子，所以15年来他一直都没有放弃，也算是对自己失职错过最佳破案时机的一种赎罪吧。再后来，老周辗转全国各地，只要听说哪里有类似的案件发生，他就会第一时间前去配合调查。所以当他听说最初的案发地又发生了放血杀人的案件后，就有第一时间申请过来协助调查。他看着在场比自己年轻很多的一众干警，表达了自己多年来想要破案的心愿。而且他坚信如今的凶手就是当年的那个恶魔，鼓励大伙众志成城，一起来破获这起横跨15年的连环杀人案，希望能在退休前完成自己毕生的心愿。干警们都注意到老周手上一直都抱着个盒子，但没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接着他们就开始对刚发生的这起案件展开了调查，查看了案发现场外面的监控后，得知当晚和死者接触过的有4个人，一个是出租车司机柯志华，死者下车后就离开了，所以嫌疑不大。另一个是和死者一起打车回来的胖子，身份暂时无法确认，但这个胖子于10点45分离开，和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不吻合。第3个是一个戴帽子的黑衣人，此人11点左右进入楼栋，监控里没有发现他离开的影像。第4个是死者妹妹的男友小刘，据死者的妹妹交代，男友向她要5万块钱去学软件制作，妹妹就向姐姐索要，说好的那晚过去取钱。男友是12点左右进入楼栋的，1点左右离开，离开时脚步慌张，所以4人中小刘的嫌疑最大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警员冲入会议室，说有一个满身是血的人前来自首，而此人正是小刘。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来到警局，说自己昨晚无意间闯入了凶杀现场，本来是打算找女友姐姐借钱的，可却在卫生间里看到了震惊的一幕，自己又有恐血症，一看到血就会变得精神极不稳定，血就是那时候弄到身上的。后来经过医生诊断，确认小刘确实有恐血症，警方非常的无奈，本来已经将小刘锁定为了最大嫌疑人，没想到他竟主动来自首了，而且看样子他也没有撒谎。小敏只好再次去现场查看，可忽然发现了一个神秘人，他一路追着对方来到了一个死胡同，可对方是个壮汉，小敏险些被其勒死。好在关键时候老周及时出现，打晕了壮汉。回到局里后，壮汉表示自己是死者的邻居，他曾看到死者往柜子里藏钱，后来又听说他死了，便打算进去偷钱。这还真是头疼，抓到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貌似合理的解释，可警方却没有更直接的证据。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，小警察却带来了一条消息，死者上班的餐馆里丢了5万块钱的现金，金额刚巧和小刘要的学费一致，看来应该是死者偷了钱准备给妹夫用的，所以现在如果找到这笔钱，应该就能找到凶手了。庆幸的是，餐馆那边表示钱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连号现金。有了这个线索，他们很快就抓到了一个去银行存这笔钱的大妈。大妈表示钱是她老公的工资，而她老公正是当天监控里的那个胖子。这一点警方也在当晚那个出租司机那里得到了确认。可胖子却不承认自己杀了人，说他是在餐馆认识的死者，去的多了就混熟了。所以后来死者向他借5万块钱时，他也答应了。案发那晚他只不过是去拿回自己的欠款，还因此特意送了一条红裙子给他。他并不知道那些钱是死者偷来的，死者是怎么死的，他就更不知道了。胖子所说的看似合情合理，但老周却从他老婆那里打开了突破口。他早就知道胖子和死者在搞破鞋，于是就将胖子的手机交给了老周，而手机里有一条3字短信。事已办，面对着这个证据，胖子便说出了真相，他和死者确实是那种关系。但后来他醒悟了，想和死者分手，可他却总是纠缠他。胖子便学着买凶杀人，监控里的帽子男就是他雇的杀手。自此案件终于水落石出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和老周要调查的连环杀人案并没有关系。于是不等小敏他们抓住凶手，老周就离开了，他要继续追查当年的那个恶魔。可过安检的时候，因为手上的盒子和安检员发生
生了争执，结果一个不小心盒子掉在了地上，一个头骨直接滚了出来。原来盒子里是当年第一个受害者的头骨，他之所以一直带在身上，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能放弃。可就在这时，又有一起案件发生了，两具女尸在棒子地里被发现，死者同样是被人放干全身而死，现场也发现了红裙子。这下好了，老周本以为上起放血案件只是偶然，和自己正在调查的连环杀人案类似，可没想到现在真凶又开始作案挑衅。其实上起案件也并非偶然，只是他们抓错了人，胖子买凶的那个黑帽男根本就是个怂货，当晚躲在楼里一直到天亮才出来。原来他和胖子是网上联系的，这两人还真是对逗逼，一个竟相信能在网上买凶杀人，一个也真敢接。既然人不是他们杀的，那当时出现在现场的人就只剩那个出租车司机柯志华了。很快他们就找来了这个柯志华，可基本没什么用，即便是他杀的，肯定也不会承认啊。何况监控根本没拍到他上楼，于是他们便转换思路，从死者的身份开始调查，发现3名死者都是风尘女，就连第一个死者也在偷偷做那种生意。于是老周他们就找到了后2名死者的工作地，从妈妈桑那里得知，这俩女孩很不懂规矩，经常从网上约单，案发当天两人连个招呼没打就走掉了，也不知道是客人要求还是什么原因。临走时两人都穿着红裙子，而且上了同一辆出租车，可能是碰到一次要俩的金主了吧。根据妈妈桑交代的时间和死亡时间来看，两人是离开后没多久遇害的，所以出租车司机有很大的嫌疑。这回可好了，又是出租车司机，而且从一个变成了无数个，这可怎么查呢？但这个凶手貌似对穿红衣服的女人情有独钟，于是小敏就穿上了一件红色连衣裙，站在深夜的大街上，主动勾引凶手上钩。老周则在远处观察情况，可结果一个洒水车忽然挡住了视线，老周立马下车查看，可短短2分钟不到的时间，小敏就不见了踪影。女警为了引出一个连环杀人魔，主动穿上红裙吸引凶手上钩，可却也被凶手绑走了。直到第2天早上也没有联系上，因为私自行动，老周挨了狠狠的一顿批。可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，小敏生死未卜，查案才是关键。很快，他们就根据监控调查到，小敏是上了一辆出租车后失联的。可找到那名司机后，他却表示只是偶尔从网上租那辆车跑活，并没有见过车主。而且昨晚他并没有开那辆车，原车主名叫李纯，但此人已经失踪15年了。就在这时，小警察却忽然收到了小敏发来的位置共享。和老周一起赶到地址后，却发现了一个穿着红裙、满身是血的女尸。虽然面部被破坏，但无论是发型还是体型，都和小敏很像。就当他们为此而深深自责的时候，法医却带来了一条好消息：尸体并不是小敏的。于是老周和小警察就又再次振作了起来。为了弄清那辆出租车的情况，两人找到了车主李纯的老家。据其父亲交代，自己的女儿20年前就跟一个小混混跑了，而那个小混混正是出租车司机柯志华。于是老周立马带队找到了柯志华家中，他人并不在这里，可床上却躺着一个瘫痪的女人。更震惊的是，他们还在床下发现了一个地窖。老周进来后，看着满墙的塑料布，仿佛看到了一个个凶杀现场一样。原来凶手真的是柯志华，这个地窖就是他的第一现场，而那个瘫痪的女人正是李纯。多年来，他一直被强行注射安定，彻底瘫在了床上。但经过临时的治疗后，他勉强写下了一个线索。老周很快就找到了一本日记，这才得知，原来当年李纯不顾家里反对，硬要跟着柯志华。两人私奔后，一开始还很幸福，但没有经济基础的婚姻是很难维持的。一次次的争吵后，李纯最终决定亲自改善生活，方式自然就是最简单的那种。当柯志华发现后，直接就囚禁了他，但过量的药物控制最终导致了李纯的瘫痪。从此，柯志华的生理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，加上李纯背着他干那种勾当，所以他就将怨恨发泄在那些风尘女身上。最终在精神和生理的双重刺激下，一个恶魔诞生了。老周虽然弄清了真相，可现在该去哪里抓人呢？然而此时，柯志华已经将小敏带到了15年前的第一个案发地。他淡定地向小敏坦白了一切后，便又要行禽兽之事。另一边，老周他们也收到信息，不久前在某高速公路上拍到了柯志华的出租车。老周立马意识到那是第一个案发地附近，可等他们赶到时，却只在地上发现了小敏的手表。两人就继续驾车寻找，而且没多久，竟真的发现了柯志华的出租车。但万万没想到，柯志华的驾驶技术非常牛掰，在一个路口成功甩掉了他们。画面随之来到柯志华的车里。真没想到，你这么个我真心喜欢的干净女人，也不能让我硬起来。话音刚落，老周他们就又追了上来，可柯志华却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这个，你是第13个，这数不吉利，不用你陪葬了。”柯志华，你不能这么去死，他是自首，你要向你父亲母亲道歉。接着他就故意打开了车门，小敏也趁机跳下了车，而柯志华则直接驾车冲下了山坡。等老周他们赶到时，正查看小敏的伤势呢，忽然山坡下传来了一声巨响。至此，老周苦苦追寻了15年的恶魔终于命丧黄泉了。